可能现在这个社会氛围让有一些玩家会不满，不是因为政治正确，而是说往政治正确的前提之下去发展游戏，会不会让游戏的品质下降这件事情，就是游戏变得不好玩了，就说教感很重。举个例子好了，就最近刚出的一款游戏，它是一个中古奇幻世纪的设定，然后一个角色突然就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就说我是非二元人。对，就是他在本身的故事逻辑里面不会这样子讲。对，我觉得这种让部分的玩家感到非常不适的，其实就是这种突然在脉络外跑出来的东西。对，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嘿吼，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前段时间中国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红，这也引起了许多人讨论，与中国相比，台湾的游戏产业如何？台湾能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3A 游戏？我们对这些也有很多疑问哦，因此我们今天就希望可以深入了解台湾的游戏产业环境。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赤足游戏的朋友世维跟小光。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呢？首先，世维跟小光共同创办了赤足游戏，并且打造出了返校啊、还愿、9日等等的知名游戏。这游戏呢，都在 Steam 上面好评如潮，在全球也都有着不错的销量。另外，返校呢等游戏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啊、小说等多种形式，成为了知名的文化 IP。今天呢，我们会来问问2位创办人台湾游戏产业现况以及游戏制作背后的秘辛。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天呢，要拿我们公司的面试题目来看大家会怎么回答。假设今天呢，公司突然收到几十杯的这个手摇饮料，但是没有订购资讯，你会怎么办？拿去楼下路边摆摊，然后把它卖掉，钱自己收起来。身为一个帮公司赚钱的人，这种赚钱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这是 OK 的吗？不行吧？你呢？志祺先喝 ，OK， 我们大家在一起喝掉。制毒。再来是我们的资深李佑，饮料因为来路不明，所以绝对不能乱喝。我想到就是自己其实我们都有业配，这时候就去找洗衣精的这个商品，饮料全部都可以拿来给衣服喝，我们就可以拍实测的影片。哇，这逻辑跳两层。好，那请问志祺，上面谁的回答就应该被裁掉？这很明显吧？谁？没有，就是这种题目是没有正确答案的重点就是看看每个人遇到模糊的一个突发状况会怎么样去思考，然后跟进行下一步。但重点是看公司我们现在到底想要找怎么样特质的人。那刚刚这几个人，你觉得他们代表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很爱赚钱，一个很想被资遣，另外一个工作有点忙，所以讲话讲得不清不楚。好过分！那我们现在想要找什么样的人？最近在征求的是营运特助，那主要呢是希望这个思考灵活、处事有弹性，然后人际互动上面有不错的敏锐度的这样子的人。那来加入我们的话呢，会一起参与不同的跨部门专案，去支援像是 MCM 的创作者联播网或是 Simple Info AI 的平台发展执行等等。那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赶快到我们的简讯官网查看营运特助的职位哦。那就请2位创办人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赤足游戏的共同创办人世维。大家好，我是赤足游戏的共同创办人小光。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镜头外还有我们的企划委会一起跟我们来聊聊。Hello， 我是维。第一个问题，请2位先分享一下最推荐跟最喜欢的这种3款台湾游戏是什么？我最喜欢是阿猫阿狗，就我小时候。阿猫阿狗，阿猫阿狗，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笨笨的，然后就觉得里面有一个谜题，就只是一张照片，然后有指向鬼要面对的方向要转对，然后转对了以后就触发剧情。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了，就觉得游戏好棒，对啊。阿猫阿狗是我很早最接触国产的游戏的，算是第一款吧。之后就是金庸群侠传，虽然它已经出了蛮久了，但是我是之后比较才接触。然后最近的火侠传，我的部分的话，上面3款我都非常喜欢，然后因为被他讲走了，所以我要开始讲一些新的。仙剑奇侠传，然后轩辕剑。近年的话，我很喜欢 Carto， 算是跟我们同期的同业伙伴做的一个作品这样子。再来的话，细胞迷途吧，关卡设计或 platforming 的地方，其实我觉得细胞迷途有很多国产游戏在它之前比较少有的创意，我觉得在这款游戏里面有体现，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那在简单的聊完这个台湾游戏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游戏这个产业有关注的时候，就是之前那个黑神话悟空它在爆红的时候，就是有许多人就在讨论说，为什么台湾做不出这个3A 游戏？你们会怎么样看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可以有不同的面向来切入去看这件事情啦。那当然，我先习惯性澄清，就是说赤足毕竟是独立游戏公司，对，然后说我们制作的游戏跟3A 比起来都是偏小成本。某种程度上，这个
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比较没有资格去评论。我们团队也没有人待过3A 的公司。OK， 我觉得间接就是连到我认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3A 游戏的制程还有专业也好或什么的，也是蛮难掌握。然后你说现在我们要完全可以去做3A，其实是一件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它有一些技术条件是3A 才有办法去做的。那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去想象做游戏就好像是在做一台车子好了，其实做游戏很复杂，因为它包括有软体工程，它包括有视觉设计，所以说它其实牵扯到的东西很多。要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在一个500人团队这么庞大的结构底下把它处理好，它需要的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制程、专业的流程，然后很多很多的 guideline， 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去领导一个团队把事情完成，这是需要长期时间累积的。这个技术积累不是说一触可及，那就是你有钱找人就不是这样。因为也没有这个经验，甚至是可能各岗位大家的专业还没有到位，就是它不是那么单纯。譬如说，我现在就想要造一台车，然后就去买一个什么工具，我就可以直接做到。有些时候，这些工具甚至是这些3A 公司自己开发出来的。我要做轮子，他们可能要先做轮子的什么橡胶材料怎么使用的那些前置作业，整个从头到尾的制程是非常非常繁琐与复杂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达到那个程度。我觉得就我的观点来说，我们也没有那么着重于这个行业啦。整个国家的资源并没有去说完全投注在这个游戏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回到那个问题，我自己有一点纳闷的是说，为什么会觉得台湾可以做得出3A 游戏？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肥沃的土壤里面，然后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种出花、种出番茄或什么，我觉得很合理。可是我们的台湾游戏产业一直以来，它没有那么认真去耕耘，没有那么认真的去处理这块土壤，所以其实我们像是一个水泥地嘛。那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能挤出一些小草小花，就已经不错了。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奇迹了。应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累积。如果你说要现在去做的话，起步真的太晚。那为什么？是因为其实你从 PS2 到 PS3、PS4。那时候的游戏，它的制程是一步一步的上来的。对，而且我觉得大家看到3A 的一款游戏，可能会觉得哇，就是这款游戏我们把它做出来就好。但其实通常那款游戏它里面会有很多前作的影子，对，它是一大堆的这个东西真的很不错，我们把它留下来。它所以某种程度3A 其实是一个历史的缝合怪，是，它把它缝起来了之后，最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达到了一个个体验的巅峰的综合体。对，Monster Hunter 就是嘛，他做同一款游戏做了20年嘛。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台湾制作的游戏，他们现在大概是怎样的开发规模跟游戏类型为主啊？这个规模我觉得可以先从预算来讲，就是大家可能对于3A 要的预算跟台湾游戏要的预算其实是不理解的。一款游戏它通常在落在哪样子的地步？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业界数据，可能有点难。但以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像目前我们做一款游戏，至少平均成本大概要3-4千万，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小。我自己有个人一个小小想要补充的，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好像有点太执着于规模这件事情。今天不管是一个1亿作品，或者说1000万的作品，就好像最近在看那个黑牌大厨，街边小吃也可以做得很爽，很好吃。对，就是说，但是我这个讲法倒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往3A 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我们不要往大规模的方向去发展，我们可以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只是说我反而觉得用规模来去局限创作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或许它其实是规模容易影响到让游戏的体验或者它的打磨的程度变得更高一些，所以大家会预期它可能更好玩，但是这不是一个必然的正相关的关系。其实不是，对，不是。那现在这样，台湾的游戏类型会开发哪一些是现在会主流在这个开发规模或预算之下，我们会去做的作品啊？我觉得大家在想的东西都是类似和相同啦，倒不是说我们台湾应该要发展什么类型，而是说世界上需要哪一些空缺，然后我们可以去填起来的。开发团队就是开发团队，我们每个开发团队都有自己的长处，每一个团队都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倒不用一定是讲说，我们一定要是哪一种类型比较适合台湾团队，而是说世界上有哪一些类型现在值得开发，然后哪一些特色是还没有被挖掘的，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在这一个 mindset 上面去做事的。那除了整体的这个产业环境之外，我们有发现最近的这些游戏玩家，他们很关注政治正确对于游戏产业的影响，尤其是可能最近几年吧，就是欧美国家都有试图将这个游戏的内容变得更加的多元，比如像是他们在游戏当中会出现更多的女性啊，或者多元族群的这个角色等等。我想先问我们的企划，就是你最近在玩游戏会有这种感觉吗？我自己玩的游戏的话是都没有，但是我确实因为我作为时事企划嘛，我很常会看
新闻，但每年就会看到好几个游戏又被延上的那种新闻，然后几乎都跟政治正确有关。以你们的观察，就是最近台湾的这个游戏产业也有开始注重这些多元议题。对，我觉得台湾其实还好。台湾的开发者也比较吸收日本的墨水比较多，文化脉络不一样。对，文化脉络不太一样，所以动漫类的游戏比较多嘛。那动漫类的游戏自然角色都还是长那样。在我自己的观感里面，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次文化走向大众的时候面临的一些挑战，像是以前我们大家在做宅宅的时候，宅宅里面的女性角色，宅宅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角色，它就是有文化脉络下面产生的这些样貌，你会讲出说萝莉啊、御姐啊，各式各样。但是当可能开始不理解这些词的时候，会有一些纷争产生。对，但是如果今天要争取大众市场，好像又势必得要去面对这些大众他们的核心价值。我觉得肯定是的。我觉得虽然纵然是没有很明确的规范，或者说政府当然也没有给一个法规什么叫政治正确嘛，至少在台湾现在目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开发者自己都在这几年，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觉得都还是会再多想一下，会去思考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或我写的这个文本，或我的哪一个 message 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让人误会或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本身的职业操守，也不一定是因为政治正确浪潮所以这样做。我觉得这单纯只是我们可能在一个往更多元的社会去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然要去做的一种调整。我可以讲一个我们自己实际的例子，9日里面的他是没有女字边，像这类的事情，但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决定，倒不是说什么我受到这个环境的压迫或压力或什么之类去做决定。那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回到说可能现在这个社会氛围让觉得有一些玩家会不满，我觉得它的核心是在于说不是因为政治正确，而是说往政治正确的前提之下去发展游戏，会不会让游戏的品质下降这件事情，就是游戏变得不好玩了，就说教感很重。举个例子好了，就最近刚出的一款游戏，有一个角色一坐下来就说我是非二元人，它是一个中古奇幻世纪的设定，然后一个角色突然就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一坐下来就讲这句话。So I'm non-binary。对，就是他在本身的故事逻辑里面就不会这样子讲。对，我觉得这种让部分的玩家感到非常不适的，其实就是这种突然在脉络外跑出来的东西。对，如果原本在脉络内，大家会觉得说哦，那很自然，但是今天感觉到自己的游戏体验被打扰了，甚至是被下降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今天原本在坚持跟我自己的这个次文化的圈子里面，好像遭受到了某一种的入侵这样子。那如果当你们作为一个开发者，面对到了网络上面开始有人，例如说9日觉得不够多元，然后不够政治正确，开始有一些批评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声音？9日里面有政治正确的角色，也有很不正确的角色。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角色，角色没有什么政治正确、政治不正确，他长那样就是长那样。然后他为什么会长那样，是有他的脉络，他喜欢什么，他的生活方式，成长是什么，导致他长成了那个样子。对，所以他的人物设定是什么样子？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以服务角色、以及服务故事，就甚至服务 gameplay 为主要，因为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完整的游戏体验。当然，我知道不同的人有可能不同的创作模式了。我觉得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的主轴就是要去做一个某一种表达，或者说某一种诉求。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比较不是这一方面的创作者，但是很难去评论，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甚至我可以稍微带到刚才前面提到的文化影响这件事情。其实赤足一直以来，至少以我自己的立场，我并没有要把台湾的文化就当成是一个我的主轴再去使用它，或者是说我就是要全世界看到台湾。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 agenda。譬如说在9日里面用到这些后羿射日的故事或什么的，很单纯的只是一来我自己喜欢，或者说这是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二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这么竞争的独立游戏也好，或者说世界游戏环境里面，我要用什么样的武器和什么样的工具，让我的作品看起来特殊一点点。特色化这件事情要用什么东西去建立，我的文化可以帮我在这里去取得一些优势，而我去这样使用它。但是我不是反过来觉得说，我就必须要去表达，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台湾人，我是一个台湾人在做游戏这件事情。至少我不是这个出发点在去做这件事的。我觉得这边听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刚刚多元化可能是大家在做游戏的时候的考量啦。那你们一般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会考量哪些东西？类型的，比如说9日就是 Metroidvania。类银河，然后动作冒险，所以它的 gameplay 可能会是很关键的一个 pillar。还愿、返校，他们是恐怖游戏，那它的氛围和故事会是最重要的 pillar。就是他刚才提到一个词 pillars， 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可能自己在制作的时候一开始就会定的东西。就是大家想象，可能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圆桌我们说参与游戏的人以我们赤足来说，因为我们是
几乎每个员工都可以去参与这个讨论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讨论都非常的激烈。我们会在初步的时候就会去把我们想要做的这个游戏体验最重要的哪些柱子把它列出来，然后在这些柱子里面去找到一些相关的关键字，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收拢，然后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再来的话，可能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一个柱子和核心体验去跟我们的市场以及玩家去做相互的验证，我们就会可以知道说，哦，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只是很自溺的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或者这个体验我们想要表达，但其实根本没有人想要听你讲这个 message。如果玩家的反应是好的，或者说外部的反应是好的，我们才会再往下进行。这边我突然好奇，因为像 gameplay 我能够想象就是有一个 peer group 去讨论啊，或者是自己玩一玩，但是如果是刚刚讲到恐怖故事这个故事或氛围，这要怎么样去体验？而且游戏是在后期的时候才会把那些画面、视觉啊、音乐堆进去嘛，那这样子要怎么讨论？这个就导致在制作游戏很常听到的2个字就是迭代。做游戏它某种程度上跟软体工程很接近，一个不好的体验通常是会需要靠一直不断的迭代才可以把它磨到好。那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所以我们失败很多次，返校也好，还愿也好，一个恐怖故事到底什么叫做恐怖？如果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不 OK 怎么办？我们这3款游戏全部都在途中打掉重练过，有些是彻底打掉，对，彻底打掉。但是在 gameplay 如果不好的情况之下，大家又怎么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其实是不错的？我们应该要留这个故事。一部分是我刚才讲的信赖，所谓的信赖就是我们有一些彼此的信任关系，所以我知道今天有一个谜题，我说不好，我信任小光今天会帮我慢慢把它修整到好。我觉得一部分是这样，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完完全全遇到了瓶颈，然后我完完全全没有共识的时候，不管是对外部去做 QA， 找更多人来测试，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这种方法来找到答案。所以其实就是又回到迭代的概念，我们都不会在第一时刻去做某一些设计，我们会觉得这是完美，但是我们要怎么快速的赶快验证到这个东西不是完美的，才是我们这几年来学到可能比较大的一课。刚刚讲到有些时候是游戏上架之后还会改，我就会想到之前还愿的事件。当时还愿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的想法是什么？其实还愿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实话实说，就是还愿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工期很赶，所以我们就把在 release final product 不应该出现的素材漏放在了游戏里面，然后最后被发现。那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其实是有做更新的，把那张符有改掉，但是就很遗憾，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最后就是整个滚雪球，就是很多玩家可能认为我们是故意的，虽然事实上不是，但是真正就是一个控管上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蓄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所以事情发生当下我们是很错愕，然后很难过，因为这一个我们自己的疏失，让很多的玩家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我们想要在还愿里面表达的事情，因为这个符跟还愿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们想要讲的事情其实八竿子打不着。我们也没有什么在还愿也要去特别去站一个什么政治立场或什么的，其实没有的。你现在讲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那个很大的无奈。的确还愿现在可能大家已经不记得这个游戏，或者是不记得什么，但是那个画面很清楚，它就是一个黄黄然后红红的东西。这个跟我们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最后只被记一个这个事件，很受挫。对，就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做了2-3年，然后是完全全心全意在投入，事过境迁，在大众的记忆里面可能只剩一张符。那我觉得这是很难过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基本上我们把游戏下架了，所以说其实公司也得到很大的财务上的损失。然后另外一块，我觉得我们有一件事情责无旁贷，就是说赤足间接的影响了很多我们的同业。这件事情对我自己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内疚感吧，就一直是存在的。目前出的这些游戏主要是以哪些国家的玩家客群为主啊？像9日的话，大概有3-4成是美国。哦，居然这个很高哎！那他们会对于游戏里面带有很多道教的这些元素，他们会感兴趣吗？对他们来讲蛮新鲜的。那我们其实也确实有点打这个主意啦，就是他们会好奇这样子的东西。但这个结果蛮不意外的，坦白讲，因为其实这是在设计端的时候我们就思考过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包括像说可能会有人觉得说那他们会知道后羿射日的故事，或者说他们会在意蚩尤长得什么样子吗？他们会知道神农是谁吗？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一块我们在设计端的时候花了很大的一段时间去做什么叫做转换。
我们要让我们的文化转换到一个他们可以入口的方式，所以就结果上来讲，我们不会特别意外。因为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蚩尤画的真的是像我们课本里面或什么样子的蚩尤的话，那可能他们会反而很陌生，搞不好就不敢来买你的游戏了。但实际上我们的美术呈现方式甚至是有点日式风格嘛，然后我们的 reference 是阿基拉，然后我们有把很多的赛博朋克的元素，一些西方会喜欢的元素放进来，再来我们又用了猫嘛，各种这些元素为了要去柔和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台湾文化或汉文化这件事情可以包裹到国外的玩家可以入口。我想问一些比较轻松的问题。好，你们自己身为游戏制作人，你们会有一些职业伤害吗？比如说你在玩其他游戏的时候变得很难真的投入，就是你可能一玩游戏就一直在想他们的设计啊什么的。我的话，我有的时候会切模式啦，就是有些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好好打电动，然后我就不会想那么多，因为其实上班就一直在研究嘛。我的那个 Google 就是开了大概20个分页，全部都是别人的游戏，就一直在看，所以其实会分析模式以及好好打电动模式。譬如说我们两个人在那边打射击游戏之类的，我就不会想那么多这样子。我会说做坏了吧？对不对？反正一直说有外挂的，有外挂，他绝对是手头。那最后有几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让你们回顾，就是你会觉得你们有达到这个公司创立时的一些愿景吗？愿景就再做下一个游戏，就每个人愿景不一样。真的，我当初的愿景真的就只是我可以再做下一款，我可以用 indie game 的身份活下来。哦，那真的是有活下来了。对，活下来了反而迷茫了。应该说，我做游戏，我自己的动力确实是我比较自私，我想满足我自己，想要找到一个市场空缺，所以我想做。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讨论过，就是太空探险，还有那种时空 loop 的。有一款游戏叫做《萨尔达的魔祖拉的面具》，它的整个游戏都只有3天，然后你这3天一直 loop， 一直 loop， 然后一直做不一样的事情去改变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一直想做，然后结果我发现有人做了，然后包括太空探索有一款叫做 Outer Wild， 他做了这件事情。我原本心中有这个梦，然后我看到那一款以后，已经被做掉了，我就我不做了。我已经觉得好厉害，好强，我要怎么超越他？我就会常常会现在想不到，先摆着。对，我觉得可能以公司面来说，真的要讲，其实自主一开始设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的，就是真的是活下去就好。倒没有说什么有一个很宏大的目标，说什么我们要成为任天堂，还是我们要变成怎么样？其实那个最大的动力都还来自于说，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在这里创作？所以如果以这个目标来说，我其实觉得确实这么多年来都非常幸运的，我们还在这里。但是以整个公司，因为慢慢在成长嘛，现在16个人，其实确实我自己也有点在想说，那我们的下一步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更想的是比较在靠产业面多一点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 production， 然后其实有点又在回应你一开始讲3A 这件事情，就是那里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就算只有赤足这个范围，我们可以一直的去推出好的作品、好的体验这件事情，然后它有商业回馈，然后让大家在这里可以有一个职涯。希望呢，各位玩家们，大家可以再支持接下来的最新的东西。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观众说的？跟各位做游戏的同行，大家共勉之吧，就是一起努力啦。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游戏环境其实真的就是相对于世界也好或什么的，我们还有很多该学习的地方和不成熟的地方吧。我自己觉得，就至于我的观点，如果有一些兴趣想要加入我们的，不管是在关注我们的人，或者说想要投入到这个市场上的大家，其实就是说一起努力吧。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